我们今天先看一下这套发布于1996年的乐高史诗级机械组产品8480航天飞机的 B 模式潜水艇。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 AB 模式风格迥异的产品。我们上一次看到的一款从天上变到水里的产品则是42025，它从一架货运飞机变成了一艘气垫船。而8480与42025的相似点则不仅仅在于 AB 模式变形上的差异。大家好，欢迎来到专家号。8480的 B 模式拥有5个电动功能，1个手动功能。手动功能仅仅是旋转潜望镜，并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地方。电动功能就很有意思了。1996年比 PF 诞生还早了11年，而电动泵气的8868也才诞生4年的时间。机械组的动力套件还处于老一代的9伏时代，而电机则是90年代最经典的9伏大电机。它的空载转速应该是乐高出过的电机中最高的，会达到4100转，但扭矩相应的就比较低了。另外还配备了一款经典的红色微型电机，这款电机我们在之前评测的城镇系列6484中见过，它则是乐高出过的空载转速最低的电机，但优势又很明显，它可以嵌入到各种迷你的模型中，这也是城镇系列会使用它的原因。大电机控制了4个功能，并具备一个总开关，这个总开关的一端用零件做了限位，所以一旦接触只能控制电机保持单一的一种旋转方向，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前评测过的42082，所以它一定也是通过驱动环来切换正反方向的。我甚至怀疑我在42082评测中的结论是错的。9伏电池盒上的2个按钮其实具备正反输出功能，轻按是短暂接通电源，长按则可以像 PF 电池盒一样始终保持电源接通。电机动力出来通过皮筋来传动，将动力分2路传向船头和船尾。皮筋传动是90年代很常见的电机输出传动方式，船尾方向是控制尾部螺旋桨的，这里还用到了皮筋。船头方向则又会分为2路，一路传入电机下部的一组光纤管单元，这个零件我们会通过机械创始创新8480主模式的评测来详细介绍。简要说就是它会根据穿入十字轴的旋转角度控制哪些光纤管来发光，从而做到很酷的，至少是在20多年前非常酷的光影效果。只要打开总开关，螺旋桨旋转和光纤管闪烁这2个功能是与电机长连的，并没有方向之分。船头方向的另一路传动路径会进入一个由2个驱动环构成的大齿轮箱的结构，这也是大电机控制的剩下2个功能：船头和舱门开闭，以及它们正反转控制的核心。这2个功能是不是很像42025货运飞机的2个电动功能呢？42082的正反转控制是舵轮输入，驱动环输出，两侧舵轮提前做到互为正反向的效果，但这种做法要求功能必须是紧靠在一起的，利用相邻齿轮互为反向来实现。我在8480 B 模式拼搭完成之前，认为它和42082的结构是类似的，但最终才意识到它们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8480仍然是传统的驱动环输入，舵轮输出，只是舵轮上方使用3个一组的齿轮做出了反向效果，在这3个齿轮之中，唯一的那个舵轮是很关键的。利用舵轮的特性，靠近输出端的舵轮旋转方向是不变的，远离输出端的舵轮会依靠上方齿轮箱做出反向后再输出。它比42082好的地方是，这种结构不需要每组驱动环都耦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船头和舱门开闭这2个功能就是完全无关的，这是一个可以打包模块化的功能控制单元。最终2个动作都使用了连杆结构，而下部舱门还通过皮筋做出了类似离合器的效果。打开后，内部有一辆小巧的海底探险车，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开关控制前进和后退。这个车是4驱的，齿轮使用非常巧妙，与微型电机的搭配也是天衣无缝。为了让小车能走得足够远，这里用到了一根长达69个单位的导线，但这么多年后，它外部的绝缘皮已经完全破损，导线裸露，从而导致了接触不良，所以我们使用了 PF 的转接延长线进行了替换。这种延长线分为20厘米和50厘米2个版本，编号分别为8886和8871，其中一个接头的下部可以连接老式9伏的接口，这也是打通9伏和 PF 动力套件的一个较低的成本的方式。我们后续航天飞机的搭建也都会使用这种延长线来代替脆弱的老导线。你认为8480的 B 模式是认真的吗？欢迎评论或私信告诉我们。在我眼中，在1996年，这个 B 模式已经足够惊艳了，甚至放到现在也丝毫不差。这里是专家号，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